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次要看的是万代 DX 超合金 VF31J 齐格弗里德重生复刻版，也就是疾风机超级背包版。之前 VF29 和 VF25 的视频，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说31系列的机体结构更好，我就随意去看看，一看发现这款发售日期比较新，装备给的挺多，还是主角机，关键是价格还不错。几年之前我有无意间看到过电商平台上有卖过这款机体，应该是这台机体的出版，没有什么背包，就是一个主体，卖的还很贵，一点购买欲望都没有。拿出主体后还需要自己调整一下机翼的位置，驾驶舱门会比 VF25 的舱门多出一段拉伸关节，开启后的角度也会更大一些。将后方的盖板取下，上翻后座就可以实现双座版本，后座椅不能完全放下，只能放到一半。模型中有附带2个小人，都有做涂装，拿在手里看还可以，但是硬要放大看的话会比较糊一些，面部基本上没有什么细节。我还没有看到超时空要塞 Delta， 但我能猜到这个蓝头发的应该是主角，驾驶员没有戴头盔，另外一个却戴了头盔，这难道跟剧情有关？蓝色头发的小人放入驾驶舱，属于刚刚好卡住，但戴头盔的小人放入后座就没有很好的适配性，会往一边歪，可以使用蓝丁胶固定，因为舱门的颜色盖上后会不怎么明显。这款的后起落架设计在膝盖位置，翻开后有一定的联动效果，我个人觉得没有 VF25 那种后起落架好看，我也比较担心结构上的强度，在装上大背包后是否能长时间承受得住。前起落架舱门 VF31 会比 VF25 更加的紧实一些，打开后不会有松动或者歪斜的情况。内部起落架也有设计固定卡扣，垂直尾翼与前掠翼都有活动结构，活动起来割裂感有点严重，感觉上应该不是原本设定里的结构，应该只是用来服务模型的。压翼处有轻微的可动，受力稍大的话，根部零件比较容易脱出。要是往好处想的话，就是防止过度用力使压翼断裂，因为根部会先脱出。后方引擎舱上方盖板可以打开，边缘有设计凹陷，用指甲去抠的话会比较方便。机体上其他部分也有这种设计，方便去抠开，平时看上去像细节，并不会很突兀。内部零件是装饰件，不能取出来，不过配件中有给到单独的。机身前侧的进气口的盖板可以取下，内部有涡轮风扇的浮雕细节，不过看起来应该是成型色，就当一个彩蛋吧。单独展示的话，上方的盖板接口会比较难看。VF31的 F 形态前掠翼造型比较科幻，让我想起苏47，那架飞机也是前掠翼造型，机动性很强，但前掠翼的气动弹性发散问题解决不了，就没有发展出来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飞得越快，它的前掠翼就会抖动得厉害，而产生形变。不过在 VF31这种科幻作品里就不是问题，好看就行了。这里顺便提一下，头顶上方的炮管目测很容易损坏，并且模型中没有附带替换零件，可以说在模型上比较碍事，越是不想碰到它，越容易碰到它。VF31在 F 形态下外观是合格的，没有为变形结构而带来突兀的设计，只是在机身的前侧驾驶舱后方那里会有明显的缝隙，调整一下虽然能改善，但是还是会再次出现。接下来开始 G 形态的变形， VF31 对比 VF25 变形上会轻松不少，大致的变形思路也差不多。在 G 形态腿部变形时，要按住大腿根部，就是出气口那里，我不知道是通病还是什么原因，我在翻折腿部的时候，我这个大腿根部那里很容易掉下来，会比较松，也有可能本来设计就这个样子。我之前的 VF29 这个位置又特别的紧，当时掰都掰不动，又加上那款时间蛮久了，我都担心掰断了。VF31不顺畅的地方在于肩膀的拉伸关节会比较紧，我猜多变形几次应该就会有所改善了。
其次是手臂变形出来之后，原本的样子会有些复杂，都可以说有些凌乱了。这里要记下原本造型的样子，记不住的最好拍张照片，别待会变 F 形态变不回去了。后方装备收纳箱，我推荐是可以先取下，变形后再安装回去。我看了一下，上面是有涂装的，直接变形也是可以的，不过可能会剐蹭到漆面。完成 G 形态的变形后，可以看到支撑装备的收纳箱结构是金属零件，固定的很紧，活动结构也是，也不用担心会损坏，比 YF29 那上面的武器连接杆要靠谱许多。G 形态下腿部的弯曲都是齿轮结构，感觉上会比 VF25 的齿轮结构要紧一些，并不是说 VF25 的不好，只是相对于来说会紧一些。我这款在膝盖处旋转时会很松，属于没有把持力的那种。这个关节主要服务于 G 形态的腿部往外翻，让 G 形态摆出来的姿势更加漂亮一些。我不确定这里是不是中脚，我这款两条腿都有这个毛病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什么明显的毛病。这款 G 形态很漂亮。我虽然还没有看到超时空要塞 Delta， 完全按照说明书去变形的，再加上我对 G 形态并没有特殊的情感，都能感觉到它做得很好。在变形 B 形态时 ，B 形态的变形过程还是蛮流畅的。总体来说，并没有什么阴间的设计，部分的设计对比 VF25 来说有很大的提升。比如说脖子处的卡扣，既是卡扣翻出来又是衣领，还有就是翅膀内部的卡扣，翻出来之后能在 B 形态下提供背部机翼折叠的支撑，翻下去又能对 F 和 G 形态的机翼起到支撑。唯一的难点就是翻出头部，脖子处下方的结构要抵住前方的衣领处，不然整个头部没办法露出来。只要变过一次就能了解其中的原理了。还有就是不用像 VF25 那样在大腿根部旋转需要很大的幅度才能固定在腰部的卡扣上，这里只要稍微调整一下位置就可以了，并且胯部还是齿轮结构，而 VF25 这里是金属球形关节，变形之后整个大腿根部就会很松。在 B 形态下，也就是人形态下的可动，我是比较满意的。比如说手臂看着很细，其实不管是关节的紧实度还是活动结构的设计都是很不错的，并没有因为变形的需要而缩水，或者说因为变形的需要而增加了一些更夸张的可动。还有腰部可以旋转，挺胸和弯腰也都可以，幅度也比较让人满意。可惜的是固定不住，因为自身的重量会比较重。就像刚刚提到的那样，大腿根部采用了齿轮关节，紧实度也不错，掰动的话还需要按住大腿根部，侧踢因为零件的干涉，幅度会很小，并且这里还会比较松。膝盖处的关节本身活动的幅度是可以的，也可以拉出 G 形态的关节，可以进一步的提升可动。B 形态可以说是一个合格的设计，属于是可以去玩一玩，摆个造型，可以把它当做常规，就是那种非变形的成品模型。虽然手臂处还是没有给到齿轮关节，时间久了还是会有会松的问题，但目前的表现可以说还是很不错的，至少解决了大腿那个最严重的关节问题。因为合金骨架打底，手感与站姿稳定性都不错，整机压手感充足，单纯的标准站立，不需要支架支撑。这套超级装备就占了一整层系数，装甲的涂装分色没有什么问题，大部分采用的是成型色，有看到部分零件存在水纹，一印符号看起来有点糊，而字母觉得又还行，可能是这个符号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部分的零件边缘存在明显的水口，建议的可以自己稍微处理一下。零件表面都不错，但背面就会显得比较廉价。其实这套装备我认为最有吸引力的应该是这两个大型推进器，看着蛮精致的，除了两个大喷口外，还有很多小喷口，并且有明显的分色，离近了看还有部分刻线细节，但因为颜色的原因，就算拿在手里也看不太清楚。还有就是喷口不能细看，
从侧面看还行，从正面看的话会很一般。看到这个圆洞，我都觉得是不是少了一套特效件。大部分零件相当于装饰外甲，并没有什么实际功能，既不能展开，也没有什么联动机构。按照说明书的指引，是在 B 形态，也就是人形态下进行安装超级装备，之后可以带着装备进行 G 形态和 F 形态的变形。装备的安装手感只能说一般般，没有 VF25 龙卷装备来的那么顺利。VF31 存在部分有些松，部分有些紧的情况，松的部分表现在小腿上方的装备，而紧的就是小腿部分的装甲。这次的安装有存在刮到漆面或者消光涂层的情况，因为部分零件通过表面的摩擦滑动进行安装，反复替换的话可能会出现剐蹭漆面的情况。我认为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大型推进器的安装，先拉出来卡扣，卡上以后再按下去，看起来不是很靠谱，但其实固定的蛮牢固的，一般的情况下是掉不下来的。以 B 形态去搭载这套装备，最主观的感受就是腿部会显得比较粗壮。首先，原本在不搭载装备下，这个腿部就很粗壮了，现在更是如此。虽然上半身只搭载了导弹发射舱，不过好在上半身显宽，特别是肩甲的设计，让其在视觉上就显宽，与下半身放在一起，并不会显得很突兀。但手臂两块盾牌就会比较敷衍，如果也有专门给手臂的装甲，就会更好一些。自主站立的话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因为后面两个大型推进器会比较重，稍微往后仰一点，腿部的齿轮就会承受不了。还有一点就是凭我个人经验来看的话，后背的大型推进器以 B 形态去搭载，久了可能会出现结构上的问题，建议用辅助支架支撑一下。在 G 形态下，我个人感觉这套装备会比 B 形态更加合适一些。这里没有搭载大腿装甲，是因为那个大腿装甲有些开胶，上了胶水还没有干。G 形态可以长期展示，推进器这个样子放的话，我认为结构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但不能100%确定，关键还是要结合情况自行判定。我个人觉得还是 F 形态下更好看一些，不过变形完了以后，侧边会有一条很明显的缝隙，应该是没有变错。我调整了一下，还是这样。这套装备给我的感觉是，对 F 形态的优化会比较好，装上去以后不会有松动的问题。在 F 形态下，我个人认为是可以长时间搭载的，而不需要支架去辅助。不仅内部有支撑，并且这两个大推进器搭载的是机身上方，受力是合理的。我个人对这套超级装备的搭载，感觉上有些臃肿。我打算去掉一部分，以我个人的喜好去入柜。我个人还是喜欢简洁干练一些的。钢普拉是自由的，这个应该也是自由的，至少不会是正义的。这里简单总结一下，这款 VF31是个综合素质不错的模型，在驾驶舱的后方的裂缝会比较影响美观，反正不动的话就推进去就行。因为我还没有看过超时空要塞 Delta， 所以少了一些剧情的加持。但我还是很喜欢这款机体的。那么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，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喜欢的模型。我是人偶师，我们下次再见。